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一、概述。罗浮山位于中国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被誉为百越群山之祖，岭南第一山，中国道教10大名山之一。罗浮山以其富有仙气、秀美的大自然和天然的中草药宝库，吸引着历代的神仙方士、道佛两家来此繁衍。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便是由中国近代丹道学家葛洪在罗浮山上继承中华圣祖皇帝老子创立的中国道家内丹养生，并发扬光大。中国道家内丹养生传承源远流长。中国24史记载，中国道家内丹养生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据葛洪的《道卜子内篇》记载，内丹始祖广成子传授给轩辕皇帝，后传老子，因此内丹学也称为黄老之学。而后又经过安其生、殷长生、魏伯阳、葛玄等人，最后传至葛洪。《晋书·葛洪传》记载了葛洪在罗浮山修炼和发展道家内丹养生的经历。葛洪内丹养生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中国道家宇宙观、天人合一观、身心合一观的基础之上，与道家的生道合一、众生贵生、天人相应、形神相依、我命在我、以德养生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相对于外丹而言，内丹宇宙与人体为炉鼎，以精气神为药物，在体内结成的圣胎为内丹，在高度入静状态下，以达到形神俱妙，与宇宙大自然本性契合的一种炼丹长生术。修炼内丹人，第一个原则要道发自然，第二个就是要修炼天人合一。所以道家修炼有一个很著名的诗，叫做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善用三宝可长生。内丹就是修炼精气神三宝。在内丹养生术中，内敛精气神是关键。整个内丹术的修法是通过调节、产药、采药、炼药，然后合成内丹，以达到防病治病、延绵益寿的目的。精即脱氧核糖核酸，在人体内带有生命活动信息的各种基本粒子，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即液态，为离子体与离子气体运动中产生之生物电。神即人之丘脑，具有电磁力、引力，形成超量子统一场。就其实质而言，精是根本，气是动力，神是主导，精气神则是合成人体赖以生存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能打通人体的任督二脉和奇经八脉，达到阴平阳秘，身体健康长寿，同时意志开会，天人合一。葛洪内丹养生采用性命双修方式，以人体内部性能量作为基本修炼物质和生理基础，积极开发人体性潜能与心理潜能。在炼养实践和手段技术方面，则以大小周天功法为其基本实践方式，讲究炉鼎、药物、火候等3大炼养要素，分筑基、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5个修炼的阶次。第一个内丹原理很高深，但它功法很简单，好学，而且呢它不用力，所以学起来比较容易，但效果呢很见效，立竿就见影。这个内丹呢，它神奇的就是说我做一个动作，口水就哗哗流。你可以看啊，你看我这站着不动，简单一个动作，你看我的口水马上就出来。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体现了宇宙天地人、阴阳、五行、八卦等符号方位系统，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学及生命科学理论。据现代科学分析测定，内丹养生实际上是调整自身的内分泌功能和激素水平，加强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等的自我控制能力。简言之，内丹养生学实为一门具有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人体生命炼丹学。它是通过几个动作把这个口水通过2个穴道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吞进去。从中医中药的角度了，它补充进去的东西到了肾通过5脏6腑它的运行，通过气血的运行，它达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这样呢里面的东西充足了包括各方面的一个气各个器官的气，各个器官的这血液循环它充足了，那么它就促进自身一个功能的修复就增强了自身的这种生理的机能，所以呢达到一个疾病的康复跟治愈的目的。2. 杰出价值。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在理论实践上已相当成熟。中国道家传统的天人合一与类比宇宙论的人体生命哲学是其核心。葛洪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精1万年的养生宗旨所表现的重生贵生、治天命而用之和道法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的独创特征。其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生命价值。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集修心、养性、健身于一体，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长寿，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生命质量和价值。在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今天，不仅提供了更多的养生知识和养生方法，同时也是人类探索人体生命奥秘的一个具体实践。第二，社会价值。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尤其重德，倡导内修外养，清静无为，清心寡欲，为而不争，和谐为本，天地人合一。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物类变化观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表现，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三，文化价值。中国的传统养生之道、养生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远古的龙马附图、伏羲观象画卦时代。因此，传承和发展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文化，对于研究古代历史、道家文化等都有着重要意义。第四，科学价值。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能增加人体内的能量流，强大的能量流经过全身主要器官、组织、
细胞，保证它们健康生长发育。现代神经生理学和临床医学的研究表明，疏松愉悦的心境能够使得脑电阿尔法频段能量增大。阿尔法优势时能促进脑啡肽等神经介质的分泌，从而使身心更加和谐，增强抗御疾病和保持健康的能力。我以前得了那个血管肚子，那个到处医不好，医院找了好几个都医不了。后来呢，那个苏道长，那个苏华人，他教我练这个内丹功，就练了1个月。后来我慢慢可以走路，练了2个月呢，就走得快一点。练了半年，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爬山都可以。3. 濒危状况。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因其功法重德，从不轻传，一般采用不立文字、口口相授的秘传方式，至白玉禅时期才形成一个体系。后因战乱和文化大革命与无神论冲击，资深道士远走他乡，民众避之不谈，因传人较少，练习者寥寥无几，已成为当今社会上罕见的养生方法，处于濒危失传的境地。目前罗浮山研究修炼葛洪内丹养生只剩下苏华仁道长等极少数人。4. 保护措施。针对葛洪内丹养生面临消失、濒危的状况，博罗县县委县政府以及文化主管部门已采取一系列的抢救和保护措施。首先成立了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搜集、整理和出版葛洪内丹养生方面的资料，对葛洪等历代养生家留下的主要时刻进行维护和保护。其次，在民间成立博罗县葛洪文化研究会，同时复建了内丹养生遗址罗浮山轩辕庵，充分利用学习班、培训班和葛洪文化研讨会等平台，对内丹养生传承人给予扶持，进一步做好传承人的存档、培训和传承工作。最后，筹建葛洪历史文物馆、养生园、罗浮山内丹养生研究院，筹备国际葛洪文化研讨会，举办中华养生文化节，让罗浮山葛洪内丹养生这一珍贵的文化财富能在全世界得以世代传承和弘扬，造福世人。